穿越斗罗这一世的爸妈给我取名比比东，带爸的我本以为这只是个巧，直到我觉醒出死亡蛛皇和噬魂蛛皇时，我才意识到事情10分得有12分的不对劲。更离谱的是，当代教皇千寻疾竟是个女人，并且论身材相貌简直是至尊版的千仞雪。这要是密室起来，究竟谁吃亏啊？等等，那我那个老情人玉小刚不会也是个女的吧？此时在教皇殿内，一旁的月关碰了碰我的肩膀，小子还不赶紧答应拜师？闻言我无奈的叹了口气，虽然穿成了男版比比东，但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离谱，先抱紧教皇大腿站稳脚跟才是正道。随即我连忙对着千寻疾恭敬行礼，弟子比比东见过老师。千寻疾满意的点了点头，并递给我一个暗金色的储物魂导器，称这是给我的拜师礼，还叮嘱我好好修炼，让我不要辜负自身的天赋。我装作懵懂的样子接过魂导器，并在千寻疾的指引下运转魂力打开了空间，里面足有20立方米大小，装满了魂师生活所需的物品，还有数不清的金魂币。随后千寻疾吩咐月关先带我回去休息，还让他传授我魂世界的基础常识，并表示半个月后自己会亲自带我去猎取第一魂环。月关躬身应下，便带我离开了此处。一路上月关耐心的给我讲解武魂殿的一切，将魂师基础理论一点点的灌输给我。月关对我十分喜欢，毕竟我身为教皇的亲传弟子，他这个引路人立下了大功，而我对月关和鬼魅本就十分欣赏。前世他们没有跟对主人，这一世我成为比比东，定要改变他们的命运，并且我对于加入武魂殿没有半分的排斥，我可不是原著中那个恋爱脑。至于密室斗罗那样的剧情，见识过千寻疾的容貌身材，我能忍住不做逆徒，任谁都得夸我一句正人君子。接下来半个月，我快速融入了武魂殿，整日跟着月关学习魂师理论知识，转眼就到了约定猎取魂环的日子。千寻疾早早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一头金色长发在阳光下神圣无比，只是一眼便让人难以移开目光。小东，经过月关这些天的教导，你对自己的双生武魂应该有了初步的了解吧？你想先修炼哪一个？又想猎杀什么样的魂兽呢？闻言我看向了千寻疾，老师，我想先修炼死亡蛛皇，第一魂环我想在地穴魔蛛、人面魔蛛和吸血魔蛛中挑选。千寻疾对我的回答十分满意，还夸我学习认真。我十分清楚这个时代武魂殿还未解决双生武魂的冲突问题，我即便知道原理，以6岁的年龄说出来也无人相信，因此我依旧按照原著的路线修炼，只在小地方做出了改动。很快我们一行人就乘坐教皇专用马车前往了落日森林。千寻疾不愿我和月关走得太近，便没有带上月关，只让千钧和降魔2位斗罗随行保护。这2人都是93级封号斗罗，武魂皆是顶级盘龙棍，联手可战95级封号斗罗，有他们为我猎杀第一魂环简直是轻而易举。进入森林后，千寻疾对我呵护备至，不但时刻用魂力笼罩，还挥剑斩断前路的荆棘藤蔓，比保姆还要细心。这不禁让我在心中暗暗发誓，自己绝不辜负这样的守护，绝不背叛武魂殿。这时千钧斗罗突然上前汇报，称自己发现了一头400年左右的鬼面蛛。对此千寻疾却面露迟疑，我则主动上前请求尝试吸收。我知道自己虽不像唐三从小便有玄天功温养经脉，但却一直坚持锻炼体魄，400多年的第一魂环吸收问题应该不大。千寻疾没有拒绝我的请求，而是让千钧斗罗抓过来确认一下，若是刚满400年就留下，超出太多就放掉。很快千钧斗罗就将鬼面蛛抓了过来，千寻疾一番确认后，发现这头鬼面蛛年限在420到440年之间，当即决定将其放掉。见状我连忙上前阻止，老师，400年左右我可以的，我不想放弃这头契合度极高的魂兽，就让我试试吧。见我不肯放弃，千寻疾只好向2位斗罗求助。随即千钧斗罗上前将魂力注入了我的体内，模拟魂环能量冲击的过程。他看着咬牙坚持的我，眼中满是赞许，给出了可以吸收的判断。得到封号斗罗的认可后，千寻疾终于答应让我吸收，我则调整到最佳状态将鬼面蛛击杀。很快一枚黄色魂环就缓缓飘起，我当即释放武魂开始牵引魂环，下一刻狂暴的魂力便疯狂涌入了我的体内。我全力运转冥想法炼化狂暴力量，好在我的体魄足够强悍，武魂更是顶尖品质。1个时辰后，我终于成功吸收了这枚魂环。第一魂环421年，我获得了魂技死亡蛛网束缚，可发射深紫色蛛网束缚敌人，能封锁魂力腐蚀皮肉。对此我十分满意，千寻疾也忍不住赞叹，很不错的魂技。而他之所以没有夸奖魂环年限，是怕我下次更加激进的追求高年限，这种危险行为不能鼓励。随后他拿出水晶球让我检测魂力，我依言将手掌贴在了水晶球上，下一秒璀璨的光芒瞬间绽放。千寻疾满脸惊讶，12级，无限接近13级，直接提升了2级多，我却并不意外。试问哪个穿越者不是2级起步？任务完成，我们一行人返回了武魂殿，获得第一魂环后，千寻疾安排我进入了武魂殿学堂学习，我没有拒绝。武魂殿的系统教育有很多可取之处，日常修炼之余，我要么泡在图书馆看书，要么跟着月关学习花草药理知识。转眼间1年过去，我的魂力提升了4级半，达到了16级魂师。千寻疾也距离魂斗罗仅有1步之遥。此时千寻疾见我修炼太过拼命，便想带我出门放松心情。小东，老师要去蓝电霸王龙宗，代表武魂殿和他们做一笔交易，你要不要一起去？听到蓝电霸王龙宗，我顿时来了兴趣。这一年正好是玉小刚觉醒武魂的时间，我倒要看看玉小刚到底是男是女。此时我在前往蓝电霸王龙宗之前，特意找到月关，请他帮忙照看我亲手栽种的奇花异草。这1年来，我只要有空便会来到月关的住处打理花草。起初我只是带着目的接近，想借机从他手中拿到仙草图谱，可随着不断深入研究，我也真正爱上了这些灵草。但与月关单纯的喜爱不同，我更看重他们的药理与价值，同时暗中计划要借着这些花草引出精交的秘密，为我的第2魂环做好铺垫，从而直接吸收1枚千年魂环。辞别月关后，我跟着千寻疾，在千钧斗罗与降魔斗罗的护送下，很快便抵达了蓝电霸王龙宗。此时的玉元镇
震已是蓝电霸王龙宗的宗主，也是宗门内唯一的封号斗罗。正值壮年的他对宗门未来充满信心，加上玉小刚的事情尚未发生，蓝电与武魂殿的关系还算缓和。千寻疾虽刚就任教皇，实力也只是魂圣，但玉元镇依旧不敢有半分怠慢，甚至亲自出面迎接。一番寒暄过后，千寻疾将我介绍给了玉元镇，我立刻上前恭敬行礼，并睁着一双大眼睛直直地盯着玉元镇，发动我屡试不爽的卖萌技能，目的是为了索要一份见面礼。这一招我早已在月关与鬼魅身上试过无数次，每次都能收获不菲。如今碰到蓝电宗主这样的大人物，自然不能放过机会。玉元镇被我看得一愣，很快便反应过来，教皇亲传弟子初次登门，他必须拿出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太差会得罪武魂殿，太重他又舍不得。思索片刻后，他咬牙取出了一枚千年金刚果，这枚果实能够强化体魄，搭配蓝电的专属药浴，可以极大改善身体强度，是他好不容易寻来，原本打算留给自己刚觉醒武魂的儿子，如今只能忍痛割爱。千寻疾见状又羞又无奈，连忙让我道谢，他早已被我这到处薅羊毛的习惯弄得哭笑不得。短短不到1年，武魂殿大大小小的主教都被我薅了一遍，这也是他迟迟不敢带我去供奉殿的原因。我表面上装作激动万分的样子道谢，心中却暗自腹诽，堂堂蓝电霸王龙宗宗主竟然只拿出一颗千年金刚果，实在太过小气。随后千寻疾便与玉元镇进入客厅商谈交易，我则在降魔斗罗的保护下在宗门内闲逛，但还没逛多久，不远处就传来了一阵骚动。只见一群弟子围着一名少年指指点点，原来那少年身为宗主之子，竟觉醒了最普通的侏罗武魂，先天魂力更是只有半星，却享受着核心弟子的全部资源，甚至还有宗主的额外补贴，这自然引来了所有人的不满。这名少年正是玉小刚，我看到玉小刚依旧是男儿身，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我早已习惯娘化千寻疾带来的冲击，毕竟天师武魂本就无丑颜，多看几眼也就彻底适应。可我不敢想象，若是玉小刚也跟着娘化，那会是何等离谱的场面。我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并不觉得玉小刚可怜，享受了不该享受的资源，就该承受相应的嘲讽。确认玉小刚的性别后，我此行的目的已经达成。随即我在闲逛的过程中摸清了蓝殿的地形，还找了一处人员密集的地方，一边与弟子闲聊，一边套取宗门情报。没想到收获颇丰，我甚至在心中勾勒出了无需武魂殿出手便可覆灭蓝殿霸王龙宗的计划。这一世我成为比比东，绝不会继承那抠门又背锅的罗刹神位。若真要选择神位，我宁愿继承大放阔绰的海神。至于修罗神位，在不确定唐三是否被安排之前，我绝不会踏入杀戮之都。我真正想要的是自创神位，等我完全掌控武魂殿后，届时我并不打算让武魂殿正面出手，而是要引导各方势力内斗，让万民主动恳求武魂殿降临，将武魂殿推上至高之位，以此来收集最纯粹的信仰之力。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傍晚，此时千寻疾与玉元镇谈妥了交易，我们一行人也踏上了返程。相比来时的匆忙，返程显得格外惬意。我从魂导器中取出书籍认真翻阅，心中已经想好回去之后便要将金蛟的功效透露出来。不过这份功劳我不打算独占，而是准备找个机会让给月关，一个6岁孩童不需要太过耀眼的功劳。现在还不是我锋芒毕露的时候。夜幕降临时，我们在一座高级酒店停下，我趁机从服务人员手中买到2块百年金蛟，收好金蛟后，我回到房间以冥想代替睡眠。第二天醒来时已经临近中午，我的魂力稳稳突破到了17级，甚至达到了17级中期。走出房间时，千寻疾一眼便看出我突破，眼神中满是赞赏。以他的天赋，当年1年也不过3级，他坚信我的未来成就必定远超于他。对此我则顺势夸赞，一切都是老师教的好。千寻疾闻言羞红了脸，他自知几乎没有亲自教导过我，大多时间都是将我丢给月关，心中顿时生出愧疚，决定日后多抽出时间指点我修行。之后因为我突破的缘故，千寻疾带着我在沿途城市尽情游玩，凡是我多看一眼的东西，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我自然也没有客气，武魂殿虽不如七宝琉璃宗富有，却也底蕴深厚。回到武魂殿后，我第一时间找到了月关，并将2盆罕见的花草递到了他面前。那是30年一开的九彩琉璃蕊，花开只在满月一夜，美丽到极致，深受贵族追捧，一盆便可卖到5万金魂币。我买下它是想让月关研究嫁接，缩短花期，延长开放时间，用来收割贵族的财富。月关看到九彩琉璃蕊，瞬间眼前一亮，随手送给我一个储物魂导器。我研究过后心中一惊，这件魂导器竟然可以储存活物，正是我当下最需要的东西。我连忙询问魂导器的名字，月关告诉我此物名为如意百宝囊，若是名字我不喜欢可以自行更换。听到这话，我的心中更加震惊，这不是原著中独孤博送给唐三的魂导器吗？没想到竟提前落到了我的手里。唐三，你的机缘，我笑纳了。对此我十分满意，立刻贴身佩戴。随后我向月关请教了药理与武魂的知识，准备引出铺垫已久金蛟的秘密。月关早已被九彩琉璃蕊拿下，还把正在忙碌的鬼魅拉来一同解答我的问题。我直接开门见山地询问月关，为何蓝电霸王龙宗的弟子即便天赋很差，第一魂环也大多是100年，远高于武魂殿记载的平均比例，甚至有先天3级魂力的外门弟子竟能吸收310年魂环，而在武魂殿记载中，先天4级魂力的同武魂魂师却在吸收290年魂环时重伤成废人。月关被我问得一时语塞，只能猜测是资源与手段的差距。一旁沉默的鬼魅则点破了关键，称一切都与身体强度有关，还直言蓝殿有专属药浴，既能强化龙化又能淬炼体魄，所以弟子才能普遍吸收100年魂环。我则继续追问是不是只要体魄足够强，就可以吸收1000年第2魂环，甚至是1000年第1魂环。对此鬼魅告诉我理论可行，但难度极大，除了体魄还要看武魂品质，同时还得注意魂兽精神力残留，即便是特殊的1000年魂环也同样可能带有灵魂震荡。我见引导的目的达到后，便没有过多停留，立刻告辞离开。我需要缓冲2-3天，再拿出资料佐证，这样才能让一切显得更加自然。时间很快就来到了3天后，这几天我在武魂殿的图书馆里，从无数古籍中翻找出了能佐证金蛟功效的资料，并带着资料再次找到了月关与鬼魅，兴奋地告诉他们我找到了可以提升体魄的东西。月关
关与鬼魅连忙凑过来查看，发现我口中可以提升体魄的东西竟然是金胶，两人都露出了怀疑之色。随即我提议亲自验证，鬼魅二话不说拿出了一块千年金胶，但因他的体质特殊无法感知效果，便让月关尝试。月关虽满脸嫌弃，却还是按照我所说的方法软化服用。片刻后，他满脸震惊地睁开双眼，称金胶真的可以提升体魄，还能扩展经脉弥补亏空，甚至对他这样的魂斗罗效果都极为明显。若是更高年限效果更是难以想象。更重要的是金胶还没有副作用，不会损伤修行根基。对此我连忙夸赞月关本事大，发现了金胶的功效算是立了大功，一定能得到教皇的赏赐，说不定还能奖励一块珍贵的魂骨。月关心中明白我真正的用意，知道以我现在的年纪和身份，就算亲自把这份功劳献上去，也得不到足够匹配的奖赏。月关看向我的眼神愈发柔和，当场承诺未来我所有的魂环都由他一手包揽。随后便拜托鬼魅把金胶的功效和所有佐证资料整理成一份详细的报告，打算找一个最合适的时机上交武魂殿。就在这时，那盆九彩琉璃蕊悄然绽放，花朵的幽香让我们三人都陶醉不已。鬼魅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种特殊的顿悟状态，这一入定便是整整3天3夜。当鬼魅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魂力直接从82级提升到了83级。这一次顿悟不仅仅让他魂力突破，还让他对自己武魂的理解也更深一层，精神力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他更加确定我就是他和月关的福星，甚至是整个武魂殿的福星。而这3天时间里，我和月关一直在这里守护。在这个过程中，我除了向月关学习武魂知识，还把嫁接九彩琉璃蕊的想法告诉了他。更重要的是，我终于从月关那里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仙草图录。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此时我刚回到住处，正当我打算修炼的时候，鬼魅突然找到了我，并将一个沉甸甸的布袋交到了我的手上。他告诉我，这里面是武魂城内能收集到的所有高年限金胶。他和月关还打算抽时间去其他城市和海边继续搜集，等到金胶的价值被公之于众之后，一定会迅速变成世间罕见的珍品。到时候无论我需要金魂币还是金胶，都可以直接去找他们要。鬼魅还反复叮嘱我，暂时不要服用高年限的金胶，等经过详细的测试，明确安全的服用条件之后，他们再亲自帮我软化金胶，指导我服用。我接过布袋，心中满是感动，连忙向鬼魅真诚道谢，接着把所有金胶都收进了储物魂导器。我并没有打算立刻服用。之前鬼魅陷入顿悟的时候，我和月关闲聊的过程中，月关说可以研究金胶的特性，搭配药浴和药膳把功效发挥到最好。在得知我身上有一颗千年金刚果之后，月关更是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一定会帮我制定一套能发挥全部药效的方案，全力帮助我吸收千年级别的第2魂环。好事不怕晚，我愿意耐心等待。半个月后，月关终于找到了我，表明自己已经摸清了不同年限金胶的体魄提升效果，并为我制定了分3阶段的服用计划。第1阶段服用300年与800年金胶各一次，搭配特制药浴与药膳，间隔7日，期间还会对我进行体能锻炼，让药力彻底吸收。第2阶段依次服用1000年、4000年和8000年金胶，每2次间隔半个月。第3阶段服用千年金刚果，搭配珍稀药材强化骨骼，满足服用万年金胶的条件。整套计划执行完毕需要5个月，届时我的第2魂环绝对可以吸收千年魂环，而且年限不会低于2000年。我没想到月关会为我的事情如此劳心劳力，当即在心中默默立下誓言，未来某天我一定要带他们登临神界。随即我开始严格按照月关制定的计划执行，时间很快就来到了5个月后。此时我整个人已经彻底脱胎换骨，魂力早在半个月之前就已经提升到了20级。然而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千寻疾的耳朵里，他再也顾不上手头堆积如山的工作，第一时间赶来问责月关和鬼魅，你们2个的胆子是不是也太大了些？究竟给小东用了什么揠苗助长的法？知不知道你们如此急功近利，只会害了他？我看你们是没把我这个教皇放在眼里了。此时月关连忙把关于金胶作用的资料呈了上去，千寻疾看完后，心中的怒火瞬间消散了大半。若金胶真有如此功效，那这无疑是一份足以震动整个武魂殿的天大功劳。月关见千寻疾神色缓和，立刻拿出了一块圣光虎晶万年金胶，本想直接递给千寻疾，又觉得不妥，转而提议让降魔斗罗先行测试功效。千寻疾没有过多推辞，接过金胶便进入修炼密室尝试服用。许久之后才从密室走出，脸上还残留着未退的绯红。他虽表面上风轻云淡，心中却早已掀起惊天巨浪。仅仅一块属性契合的万年金胶，就让他省去了好几个月的补修时间，魂力运转速度更是明显加快。随后他主动向月关道歉，承认是自己错怪了他，并承诺一定会为他争取最大的奖赏。接着吩咐月关和鬼魅负责为我猎杀第2魂环。一番叮嘱后，千寻疾便迫不及待地赶往了供奉殿，他要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千道流。千寻疾匆匆离去后，月关急忙叫住了准备随行的降魔斗罗，请求对方为我检测体魄极限，模拟魂环能量冲击，判断我能承受的最高魂环年限。对此降魔斗罗没有拒绝，无论是月关的盖世功劳，还是我的逆天天赋，都值得他亲自出手。随后降魔斗罗将魂力缓缓注入了我的体内，片刻后降魔斗罗给出了最终答案，称2300年到2500年的魂环我都可以安全吸收。和降魔斗罗郑重道谢之后，月关立刻找到鬼魅，直接带着我前往落日森林准备猎取第2魂环。与此同时，千寻疾也赶到了供奉殿。千道流看到千寻疾亲自前来，脸上露出了一抹柔和的笑容。虽然千寻疾血脉稍弱，无法激活神考，但修炼刻苦的模样他都看在眼里。千寻疾打过招呼后，便将金胶之事如实告知。得知此消息的千道流再也无法淡定，对着千寻疾仔细检查了一番，确认属实后，顿时满脸狂喜。他猜测或许借助金胶的力量，千
千寻疾的血脉能再次突破，成功激活神祖神考，就算无法继承神位，也能得到神祖馈赠，未来有望达到他的境界。想到这里，千道流当即决定亲自出海，为千寻疾寻找10万年精类魂兽。他要的仅仅是10万年精胶，至于10万年魂环，武魂殿如今无人能吸收，即便是浪费了也不可惜。得知是月关立下的功劳后，千道流还直接下令赏赐2块万年魂骨，1块给月关，1块给鬼魅，全力支持自己的宝贝女儿收拢人心，随即便气势全开，直奔大海。他没有刻意隐藏气息，就是要震慑世间消息。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天使斗罗依旧在世，谁敢挡他女儿的路，就要做好承受怒火的准备。千道流此举瞬间惊动了整个大陆。天斗城内一位瘦高老者望向天际，眼中战意沸腾。他便是97级巅峰封号斗罗，当时见到第一人陈建军，见到修为陷入瓶颈多年的他，急需一场巅峰之战寻求突破。而当时强者中，他最想挑战的便是用剑的千道流。随即陈建军直接动身，准备前往武魂殿。与此同时，昊天宗内的唐晨也感知到了千道流的气息，心中暗自疑惑对方的举动，本以为是冲自己而来，却发现千道流的方向并非昊天宗。就在他准备动身探查时，唐昊突然跑来找他，扬言自己要学习昊天九诀。见状，唐晨只好打消了外出的念头，悉心教导唐昊修炼，一边教还一边给他洗脑：昊儿，等你继承了昊天宗的绝学，具备越级战斗的力量之后，祖父就带你去找那千道流打赌。那老家伙好面儿，见你的实力不如他的女儿，一定不会拒绝赌约。到时候你赢他一波，赢了之后就提出来要娶他的闺女，把6翼天使武魂拐到我们昊天宗，有他的加持，未来昊天宗必将镇压整个大陆。对此年少轻狂的唐昊则一脸不屑，直言千寻疾年纪比他大，天赋还差，不配做他的正妻，顶多只能做个小妾。唐晨闻言不怒反笑，他要的就是昊天继承人的这份霸气。另一边，千道流已抵达大海，他全力释放精神力搜寻目标，很快他就锁定了一头10万年虎鲸，以他99级绝世斗罗的实力，片刻之间便将其制服。就在千道流准备离开时，一股强大的气息从远方逼近，来人正是海神岛大祭司波塞西，当时3大绝世斗罗之一。波塞西察觉到有顶级强者踏入大海，特意前来查看。二人对视一眼后，同时认出了对方的身份，没有过多言语，便默契的出手交锋。大海之上，波塞西占据绝对的主场，而千道流不但没有动用天使神力，还处处保持着君子风范，最终略输给了波塞西。可这一战让他心情畅快，因为除唐晨之外，他终于遇到了另一位旗鼓相当的对手，这也让他对眼前这位风华绝代的女子动了心。波塞西虽未动心，却对千道流颇有好感，随即他主动邀请千道流前往海神岛做客。千道流欣然应允。在海神岛的半个月里，他与波塞西畅谈大道，指点圣柱守护者修炼，这是他数百年里最开心的一段时光。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他身负神族使命，必须返回。临行前，波塞西点名，二人各有使命，注定无法相守。千道流表面释然，心中却在思考，若是千寻疾能激活神考顶替他的位置，他便能卸下重担，追寻自己的心意。返回途中，千道流隐匿了身形，毕竟身上压着一头10万年魂兽，太过张扬容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他心中甚至生出私心，不想让唐晨见到波塞西，只因这般美好，他只想独自珍藏。此时另一边的武魂殿内，陈建军正对着金鳄斗罗撒泼打滚。千道流呢，让他滚出来，今天要么他跟劳资打一场，要么劳资就把这武魂殿的大门给拆了。此时金鳄斗罗本想将陈建军赶走，可对方却态度坚决，非要等到千道流归来。金鳄斗罗索性出手试探，没想到陈建军实力极强，可即便如此，却依旧不敌拥有超级武魂的金鳄斗罗。被暴揍一顿的陈建军依旧不肯离去，称自己不见证与天使斗罗的差距将死不瞑目。金鳄斗罗见状心生一计，陈建军实力强悍，7杀剑武魂更是霸道至极，若是能拉拢他成为供奉，对武魂殿百利而无一害。想到这里，金鳄斗罗当即留陈建军在武魂殿暂住，还承诺等千道流归来，定会促成2人的巅峰一战。此时另一边的藏宝阁内，千寻疾正在为月关与鬼魅精心挑选魂骨，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收拢心腹，绝不能显得小气。他看着2块与月关无比契合的万年魂骨，其中1块是4万年的植物系左腿骨，附带治疗魂技，另一块则是38000年的金刚虎右臂骨，主打极致攻击。一时之间陷入了两难。片刻后，他左右张望，确认无人，直接将2块魂骨全部收入了囊中。随后又为鬼魅挑选了1块32000年的左臂骨，出自稀有魂兽，对魂力与体魄没有增幅，却能提供80%的圣光属性免疫，这恰好补上了鬼魅最怕光明属性的短板。与此同时，我也在月关和鬼魅的护送下，在落日森林完成猎魂，回到了武魂殿。我的第2魂环选定了2400年的影珠，魂技兼具潜伏、隐匿与急速移动，我将其命名为暗影潜杀，完美贴合我的战斗风格。哪怕是魂力高出我10级的魂师，也很难察觉到我的行踪。得知我平安归来，千寻疾第一时间找上门来，他迫不及待想要亲眼见证我的千年第2魂环。我则心念一动，释放出武魂，一黄一紫2枚魂环缓缓亮起。千寻疾亲眼确认之后，眼神骤亮，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的心中滋生：既然我能够做到千年第2魂环，那他为什么不尝试冲击10万年的第8魂环呢？随后他从储物魂导器中取出了3块万年魂骨，并将2块魂骨的属性向月关详细说明，让他自行选择。月关犹豫片刻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左腿骨，称治疗魂技不仅能够自愈，还能在关键时刻守护我和鬼魅。见状，千寻疾笑着将左腿骨赐下，还承诺另一块右臂骨由他暂时保管，日后再立大功便一并进行赏赐。随后他将圣光免疫左臂骨交给了鬼魅，鬼魅又惊又喜，当即向千寻疾连连致谢。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气息突然降临武魂殿，千寻疾脸色一喜，知道是千道流归来，他简单叮嘱我几句之后，便急匆匆赶往了供奉殿。千道流见千寻疾赶来，迫不及待地让他服用金胶，弥补血脉亏空，从而激活神考。他心中早已惦记海神岛的波塞西，只想尽快让千寻疾
级接班，卸下身上重担。千寻疾却提出暂缓服用金胶，他想在突破80级之后再进行使用，并且要将这头10万年光明虎鲸作为自己的第8魂环，吸收10万年魂环之后再服用金胶，或许能够开启更高等级的神考。对此，千道流毫不犹豫地点头支持。金胶仪式告一段落后，千道流从金鳄斗罗口中得知，陈建军已经在武魂殿等候多日，他的儿子陈星也在前天赶了过来，当即决定拉拢这2位剑道强者，纳入供奉殿，为自己的女儿积攒顶尖战力。时间很快就来到3日后，陈建军正式挑战千道流。我作为教皇亲传弟子得以现场观战。战斗开始之前，千道流当众立下约定，他将魂力压至97级与陈建军对战，若陈建军逼他动用更强的力量，便算他输；但陈建军若败，则要加入武魂殿成为供奉。很快战斗便正式打响，天地间只剩下2道流光不断碰撞，两人只以剑道进行对决，没有使用魂技。千道流全程占据上风，很快陈建军便败下阵来。之后他信守承诺加入了武魂殿，直接被封为了4供奉。雄狮斗罗与光灵斗罗则顺言为此，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陈建军的实力足以让众人信服，而陈星也被授予了10权长老的职位。我看着这一幕一脸的问号，不是原著中有这一出吗？但是对于偏离原著的剧情轨迹，我并没有过多纠结。就连千寻疾都变成了女人，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接受的？我只恨自己的实力太过低微，连顶尖对决的细节都无法看清，心中唯一的念头便是疯狂提升自身实力。此后的5年里，我不断修炼，借助武魂殿的海量资源，我整合了无数功法与秘籍，创出了专属的优化冥想法，修行速度得到了大幅提升。月关与鬼魅则卸下所有职务，全力冲击封号斗罗的境界。金胶加上我改良的冥想法，让他们的修为突飞猛进，距离封号斗罗只差最后一步。千寻疾则是早已突破封号斗罗，第8、第9魂环全都是10万年，并在10万年金胶的加持下，如愿开启天使8考，如今已经达到了93级。急于卸任去追求爱情的千道流，则开始疯狂催促千寻疾结婚生子，以便传承天使血脉，将来好接任供奉殿大供奉之位。一向听话的千寻疾态度却十分强硬，直言世间没有他看得上的男人，反而提议立我为武魂殿圣子，将来继承教皇之位。对此，千道流坚决反对，称武魂殿向来由天使一脉执掌，两人还因此大吵了一架。立圣子之事也被暂时搁置，而我的修为早已达到了40级，成为了刚满12岁的4环魂师。此时我看着桌上耗时3年绘制的落日森林地图，眼中满是炽热。本想等独孤博寻到冰火两仪眼后自己再坐享其成，却不成想如今的独孤博还只是一名魂斗罗。想到这里，我拿起匕首，精准地扎穿了地图上冰火两仪眼的标记，仙草是我的了。想到这里，我连忙叫来了月关，并询问他心中早已想好的问题。月关伯伯，你曾说家族古籍记载过仙草的存在，此事当真吗？闻言，月关则连连点头确认。在得到月关肯定的答案后，我指了指地图上冰火两仪眼的位置，原来如此，看来落日森林之中极有可能藏有仙草。此话一出，月关的眼神瞬间变得炙热，他的武魂本就是奇荣通天局，对仙草有着天生的感应。落日森林他去过无数次，却并没有发现仙草的踪迹，可我的话他从未有过怀疑，当即就要立刻出发。对此我直接同意，还让他带上鬼魅，以帮我猎杀魂环作为掩护，秘密前往冰火两仪眼。很快我们3人便抵达了目的地，在感受到山谷中有仙草的气息，甚至还存在奇荣通天局之后，月关顿时激动的浑身颤抖，鬼魅则立刻展开了探查。霎时间就发现迷雾之中藏着一头7万年碧鳞毒蜥，迷雾深处还藏着一头5万年美杜莎和一头近9万年翡翠蛇皇。这一消息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妙，要知道3头强大魂兽镇守，以我们目前的实力很难正面抗衡。不过我实在想不通，原著中的独孤博到底是如何闯入此地的，还成功猎杀了美杜莎，获取了魂骨。这时鬼魅主动请命进入山谷探查，考虑到他的武魂擅长隐匿，足以在不惊扰魂兽的情况下潜入山谷，所以我果断将这次要获取的仙草图样递给了他，也就是奇荣通天菊和幽香绮罗仙品。而我之所以只选择了这2种仙草，并非我这个人生性大方，实在是我不想在山谷里发生战斗，从而破坏了这处宝地。对此鬼魅没有犹豫，身形一闪，直接消失在了迷雾之中。不到2个时辰，他便捧着2株仙草安然返回。月关看到仙草的瞬间彻底陷入了痴迷，我连忙催促月关服下奇荣通天菊，可月关却突然面露犹豫。他深知仙草的逆天价值，更清楚这株仙草与自己的武魂完美契合，可他还是将仙草递到了我的面前。毕竟在他看来，我的天赋远远超过他，而且还是双生武魂。要是能服用仙草强化体魄，我甚至可以成为大陆上第一个成功修炼双生武魂的魂师，未来更是有望成神。假若真能如此，那么月关即便是再也无法成为封号斗罗，也是此生无憾。察觉到月关的心意后，我的心中满是感动。我没想到月关对我的喜爱程度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随即我以自己看中了其他仙草为由再三拒绝，月关这才下定决心服用。接着我们寻了一处隐蔽的山洞，由我与鬼魅为月关护法。时间很快就来到了7天后，鬼魅清晰地感受到了月关的气息正在不断蜕变，实力与气质也大幅提升，就连武魂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的武魂融合基本是阴阳互补，无主无次，可此刻却彻底以月关为主导，武魂品质的差距已然拉开。就在这时，月关周身爆发出了璀璨的金光，金刚不坏之身正在彻底成型。随即月关缓缓睁开双眼，修为境直接突破到了90级，成为了真正的封号斗罗。与此同时，一股无形的力量从他体内迅速扩散，压制了整片空间，渐
见状，鬼魅满脸的惊骇：“是领域，你竟然觉醒了领域！要知道武魂殿供奉之中，唯有大供奉千道流才掌控了领域，月关却凭借仙草直接打破了桎梏，武魂从顶级蜕变成为了超级武魂。”听到鬼魅的话，月关也放声大笑了起来：“老鬼，不只是领域，我还成就了真正的金刚不坏，即便没有第9魂环，我也能抗衡95级封号斗罗了。”说罢，他便开始展示领域。他为自己的领域取名为通天领域，这一领域范围可达100米，领域之内自身全属性增幅3成，同时还能为队友提供辅助，免疫精神攻击与低等级领域压制，生命力持续恢复。若是敌人身处领域，速度将降低3成，魂力运转受阻，攻击力削弱2成。另外，该领域还附带金桔囚笼和通天霞光2大秘籍。对此，我的心中满是震惊。这领域简直堪称全能啊！增幅、压制、净化、恢复，无所不包，甚至比我自身的死亡领域还要全面。看来仙草的逆天远超了我的预料，其容通天局给了月关，才是真正的物尽其用。如今万年魂环早已配不上他，我必须得为他寻得10万年魂环与魂骨，让他登临巅峰。再看到月关在仙草的加持下，有了如此极致的提升，鬼魅当即提议立刻返回山谷对付那3头魂兽，从而寻得与自己相契合的仙草，获得蜕变。很快，我们3人便重返了冰火两仪眼。刚靠近山谷，鬼魅便察觉到了异样的气息。一番探查后，他发现碧灵毒蜥正在与美杜莎激战。想来猎杀魂兽突破第8魂环的独孤博则隐匿在一旁，打算坐收渔翁之利，等两败俱伤后再出手截胡。见此，我心中顿时生出了新的计划。冰火两仪眼乃是无上宝地，成熟仙草我要全部收割，可千年万年灵药不宜过早摘取，我们又无法长期驻守。杀了翡翠蛇皇后，毒瘴消散必会引来其他魂师觊觎，而独孤博便是最好的守渊人。他的毒功与此地迷雾相辅相成，能将这里打造成天然绝地，杜绝外人闯入。即便独孤博性格执拗，可他与他的儿子早已身中剧毒，若是我能救他们的性命，定能让他心甘情愿的归顺。但还不等我多想，山谷内的战斗就已经接近了尾声。只见5万年美杜莎战力逆天，硬生生击溃了6万年碧灵毒蜥，将其彻底驱逐出了毒瘴范围。独孤博见状，知道出手的时机已到。就在他准备现身的瞬间，我的声音突然传入了他的耳中：“如果我是你，我会选择那头6万多年的碧灵毒蜥。”此时突然出现的声音让独孤博心中一惊，毕竟在魂兽森林中被人悄无声息的接近，我的实力足以让他心生忌惮。见状，我则继续故弄玄虚：“你去追那头6万年的碧灵毒蜥吧，正好可以当你的第8魂环。你要是想解你和你儿子身上的剧毒，猎魂结束之后再来这里。”独孤博虽满心疑惑，却也知道此刻不宜久留，当即躬身道谢，转身朝着碧灵毒蜥逃离的方向追去。随即月关直接奔向了迷雾毒瘴深处，目标直指9万年的翡翠蛇皇。鬼魅则化作黑影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处理那头5万年的美杜莎。以2人如今的实力，解决这2头魂兽并不算难事。鬼魅率先出手斩杀了美杜莎，并从尸身中摸到了一块魂骨，而月关却在与翡翠蛇皇周旋。这并非是他实力不足，而是顾虑太多。此地距离冰火两仪眼药园很近，战斗动静稍大就可能波及那些珍稀仙草，任何一株受损都会让月关心疼不已。再加上我的要求是最好活捉这头蛇皇，种种限制之下，他自然无法瞬间将其击溃。鬼魅解决完美杜莎，也立刻上前支援，2人合力之下，很快便将翡翠蛇皇重创压制。随后，鬼魅手持幽香绮罗仙品从毒瘴中走出，前来接应我进入山谷。踏入冰火两仪眼的瞬间，即便是我也忍不住为之痴迷。我连忙取出了仙草图录，对照着寻找山谷中的每一株仙草。在这一过程中，我还发现了许多原著中从未出现过的仙草。我顿时明白过来，这一切都是唐三当年刻意私藏，也难怪柳二龙与泰坦能在唐三飞升后，凭借他留下的仙草突破封号斗罗。看来从头到尾，只有独孤博一个人被蒙在鼓里。随即我提议让月关帮鬼魅挑选一株合适的仙草，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幽月罗兰，可这株能大幅提升修炼速度的仙草，也同样对我大有注意。这瞬间让他陷入了两难。我看出了他的顾虑，当即将目光落在了那株尚未绽放的鲜花之上。月关伯伯，若是没有想好，我倒有一个建议，让鬼魅伯伯服用相思断长红如何？月关闻言愣在了原地，他深知这株仙草的传说与难度，可见我一脸的笃定，他还是上前将相思断长红小心挖出，带到了鬼魅的面前，并仔细讲解这株仙草的来历与认准条件。鬼魅虽满心疑惑，却依旧按照月关的要求，喷出一口心头血滴在了花上。下一秒，那株相思断长红便在我们的眼前缓缓绽放。这一幕让我不由得双眼发亮。我虽相信鬼魅拥有让相思断长红认主的资格，却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竟然真的能成功。而我之所以提议让鬼魅尝试，正是看中了相思断长红的逆天功效，它能够生死人肉白补。我与月关研究过鬼魅的武魂，他看似活着，可肉身早已死去，只是凭借幽冥灵魂武魂强行支撑，灵魂与身躯无法完美契合，始终存在无法弥补的缺陷。我希望借助这株仙草，能让鬼魅的灵魂与肉身重新完美融合，真正意义上活过来。鬼魅看着手中的相思断长红，毫不犹豫地将其吞入了腹中。我则趁着月关护法鬼魅炼化药力的间隙，立刻开始采摘成熟仙草。我早已准备好了能储存活物的储物魂导器，成熟的仙草我一株都不会放过，未成熟的则留在原地继续生长，日后也可以将月关珍藏的奇花异草移植过来。此地生长速度是外界的10倍，这座冰火两仪眼只要运用得当，足以支撑起一个超级势力的全部资源。不过这样的宝地自然需要一个可靠的人看守，独孤博便是最好的人选。此时另一边的独孤博已经成功斩杀了碧灵毒蜥，并在吸收魂环后顺利突破至魂斗罗，他此行的目标已然达成。可他想转身离开，我解读的承诺却始终在他的脑海中回荡。在他看来，前往赴约凶险难测，可为了儿子独孤星，也为了自己体内日益失控的蛇毒，他决定赌上一次。很快他就赶回了冰火两仪眼。月关感知到他的气息后，在我的示意下将他带了过来。对于独孤博的选择，我丝毫没有意外。这些年我早已通过武魂殿的情报，将他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的儿子独孤星蛇毒缠身多年，早已到了爆发边缘。此
此刻正是收服他的最佳时机。我看着精疲力尽的独孤博，并没有立刻理会他，而是先走到了鬼魅的身边查看他的状态。鬼魅已经成功炼化了相思断肠红的全部药力，正握紧双拳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仙草不仅让他突破90级封号斗罗，更是赋予了他2个天赋魂技，分别是隐秘和守护。凭借隐秘魂技，即便没有第9魂环，他也能在97级以下的封号斗罗眼皮子底下来去自如。守护魂技则能凝聚出红色光照，配合魂骨加持，就连6翼天使的神圣之光与太阳之火也无法轻易伤到他。最让他惊喜的是，他的武魂似乎迎来了2次觉醒的机会，未来上限直接拔高到了98级，甚至有希望冲击绝世斗罗。对此，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小东，多谢你，我真的活过来了。看到鬼魅彻底蜕变，我的心中也满是欣喜。随即我转头看向了一旁早已惊呆的独孤博，他见月关与鬼魅双双突破封号斗罗，内心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眼前这片天地奇景也让他清晰地感受到，此地的力量能直接压制他体内的蛇毒。见状，我上前一步，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是比东，武魂殿圣子，我可以解你们父子的毒，代价是你要以武魂起誓，终生留在此地为我看守药源，除我允许，任何人踏入，杀无赦。我有命时，你必须为我卖命，你可愿意？此时独孤博浑身一震，他从未听说武魂殿出现了一位圣子，可眼前的局势由不得他拒绝。为了儿子，他没有任何选择，更何况我要的是他效忠我一人，而非整个武魂殿。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看守这座能压制蛇毒的药源，对他而言非但不是惩罚，反而是一场天大的机缘。犹豫片刻后，独孤博终于咬牙以武魂立下重誓，愿意效忠于我。见状，我嘴角微扬，随手指了指翡翠蛇皇，赏给你了，用来做你的第9魂环。独孤博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当看清是9万年翡翠蛇皇后，整个人都激动的浑身颤抖。这头魂兽与他的武魂完美契合，是他梦寐以求的第9魂环。有了这枚魂环，他有十足的把握突破封号斗罗，武魂更是能迎来终极蜕变。我不再理会欣喜若狂的独孤博，转身走向了冰火两仪眼的泉眼中央，目光落在了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之上。月关看到我的举动后，顿时心急如焚。他深知这2株仙草的药性极端，同时服用风险极大，即便理论上可行，可从未有人真正成功。我看出了月关的担忧，可我要想完美掌控双生武魂，就必须拥有远超常人的强横体魄，这是我必须走出的第一步。我坚定地看了月关一眼，便缓步走到了冰火两仪眼的核心。见状，鬼魅还想上前阻拦，却被月关伸手拦下。相信小东，我知道这看似简单的4个字，却包含着毫无保留的信任。随即我不再犹豫，抬手摘下了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并将其送进嘴里，接着纵身跳入了冰火两仪眼之中。月关与鬼魅立刻守在泉边护法，不敢有丝毫分心。泉水中的我在仙草药力的守护下，并未被冰火之力所伤，可2股极端力量在体内冲撞，依旧带来了撕心裂肺的痛苦。唐三能成功练成冰火炼金身，靠的是玄天功，而我凭借武魂殿无数典籍推演出来的功法，虽不及玄天功玄妙，却也足以支撑我完成这场蜕变。当我成功从冰火两仪眼中淬炼而出时，我的肉身已然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蜕变，体魄强度打破了同境界所有极限。我立刻内视自身的双生武魂，没想到我的是魂珠皇武魂在仙草之力的加持下，居然觉醒了天赋魂技吞噬提炼。这意味着我可以吞噬其他魂师与魂兽的魂力，再通过猪腿散发出的炙热力量提纯净化，从而彻底消除吞噬之力带来的所有副作用。随即我开始服用忘川秋水露来提升自身的精神力。片刻后，我的感知范围被无限放大，视线清晰到极致，周围100米内任何细微动静都无法逃过我的察觉，精神力强度直逼魂圣级别。见状，我让月关用魂力模拟魂环冲击，测试我肉身能够承受的极限。一番测试后，月关惊讶地发现，2万年以下的任何魂环，我竟都可以轻松吸收。在得知我把魂环目标定位了2万年的美杜莎后，独孤博主动道出了美杜莎出没的地点。如今他已归顺于我，只想尽力为我多做一些事情，从而换取我的信任与栽培。鬼魅立刻外出寻找魂兽，月关则隐匿在暗处守护我的安全。这是他们对独孤博的考验，也是对我最周全的保护。我开始取出自身精血，我的血液能够强行压制独孤博体内的顽毒，再配上高品质魂骨，便可以暂时稳住毒性蔓延。至于彻底根治，我自会为他另想他法。独孤博半信半疑地服用了我的血液，当感受到体内肆虐多年的毒素被强行压制时，他终于是彻底放下了所有的二心与杂念。2天之后，鬼魅归来，带回了一头刚满2万年的美杜莎。我见状，直接上前催动武魂，开始吸收这枚魂环。整整2天2夜的时间，我终于完成了魂环的全部吸收，我的魂力直接飙升到了45级。更让我惊喜的是，美杜莎的尸身上居然还藏着一块2万年左臂骨。鬼魅和月关当即示意我将这块魂骨收下，我却随手将其丢给了独孤博，让他融合这块魂骨，从而压制体内的剧毒。独孤博捧着魂骨愣在了原地，他从未想过我会如此轻易地将至宝赠予他。随后我叮嘱独孤博看好冰火两仪眼，便带着月关和鬼魅动身返回了武魂殿。然而我们刚踏入城池，便听到了一个让我脸色阴沉的消息：昊天宗众人齐聚武魂殿，打着年轻一辈交流的幌子上门挑衅，由唐晨亲自带队，目标直指我的老师千寻疾。他们认为唐昊已经突破魂圣，配合昊天宗秘法足以击败魂斗罗境界的千寻疾，想要借此机会打压武魂殿的气焰。对此千寻疾却一脸淡然，他始终坚信我归来之后定能横扫昊天宗所有年轻一辈。这些年我的成长与天赋早已让整个武魂殿的供奉高层心悦诚服，千道流也在
暗中不断为我拖延时间。对此，金恶斗罗献上计策，希望将这场比试大肆宣扬出去，引七宝琉璃宗、蓝电霸王龙宗和两大帝国全部派人前来观战，从而把局面彻底搅浑。很快，我便赶到了武魂殿。千寻疾看到我，连忙上前嗔怪：“你还知道回来啊？列个魂环居然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这不是对魂环的要求高了些吗？”说罢，我又靠近了他一步，并释放出魂环。对于我的石化魂技，千寻疾嘴上赞不绝口，可他的心思却早已飘远。就在我靠近他的那一刻，他的心底竟莫名生出了一丝悸动。自从承接天使神考后，仙道流便不停催促他寻觅良人传承武魂，可世间天骄在他眼中都太过平庸，他心中的夫君必须有绝顶天赋与绝世容颜。眼前的我除了年纪小了点，刚好符合他的理想型，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异样心思。千寻疾，你在胡思乱想什么？他才12岁，还是个孩子，更何况他可是你的弟子啊！可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便如同疯长的野草，无论怎么压制都无法彻底根除。这个世界的魂师本就十分早熟，平民12岁早已成家立业。我虽然身上还有稚气，可相貌与身姿早已是翩翩少年的模样。对此，千寻疾只能不断安慰自己，这不是心动，只是最近正在经历天使第8考，情绪本就波动极大，难以自控。我见千寻疾的神情不断变化，连忙轻声呼唤：“老师，有什么不妥吗？”闻言，比比东这才回过神，在反应过来我刚刚的魂环年限后，顿时满脸担忧。按照他之前的推测，我的魂环最多也就9000年，万年魂环附带灵魂震荡。他曾再三叮嘱我小心，可我不仅吸收了万年魂环，甚至还是2万年的极限。小东，你别动，让老师给你检查一下身体。听到检查身体这几个字，我瞬间浑身一激灵，眼前的人可是千寻疾，这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怕是不太妙。随即我下意识的后退，老师，我还是个孩子呢。千寻疾顿时反应过来自己的话引发了误会，伸手就在我头上来了一记暴扣，好不容易稳住的心绪再次泛起了涟漪。接着他强行压下了心中躁动，伸手探查我的灵魂状态。这一检查直接让他彻底震惊，我的体魄已然强悍到了超乎他的想象，精神力更是直逼魂圣级别，就连武魂都发生了奇异的蜕变。这般提升非但没有损伤根基，反而还让我的天赋与潜力再上一层，堪比直接融合了一块10万年魂。对此，我将功劳全都推到了月关的身上。在得知是月关寻得仙草才让我有了这般蜕变之后，千寻疾当即决定出手帮月关和鬼魅猎杀10万年魂兽做铺垫，还叮嘱我若是外人问起我的魂环，就说是天使神的恩赐。我知道他是怕我太过逆天，从而引来杀身之祸，有天使神的名义掩盖，便能免去无数麻烦。我当即点头应下，随即比比东眼中满是期待的看向了我。小东，这一次老师希望你代表武魂殿出战，至少要打败昊天宗的年轻人，你可有自信？对此我则淡然一笑，老师尽管放心，我倒要见识一下昊天宗的昊天锤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千寻疾见我这般自信，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随后便转身去安排各大宗门交流切磋的事宜。他们最终将比试定在了3天后，各大势力还拿出了至宝用来奖励前3名，规则与形式已然有了全大陆魂师大赛的雏形。时间很快就来到了3天后，此时蓝电霸王龙宗的人来到了武魂城。玉元镇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带着宗门天才前来历练，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儿子玉小刚身上。整整5年时间，玉小刚耗费了宗门精英弟子10倍的资源，却依旧停留在9级，甚至连第1魂环都没有获取，这也让宗门内的怨言越来越多。玉元镇已然快要压制不住，而玉小刚不但不努力修炼，还执意要来武魂城凑热闹，美其名曰是研究其他天才的武魂与修炼方式。玉元镇知道他只是偷懒懈怠，却只能无奈地劝说玉小刚认清现实，继续修炼。对此，玉小刚非但不领情，心中反而还充满了不满与怨恨。他觉得宗门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甚至自己的父亲玉元镇也因为他的武魂而嫌弃他。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迟早有一天，他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不是废物。很快，所谓的天才交流会便正式开启。我身为武魂殿重点培养的弟子，早早的来到了现场。我的目光落在了蓝电霸王龙宗的方向，停留在了玉小刚的身上。我是真的没想到，以他的天赋与修为，他竟然也会来到这种天才云集的地方。自取其辱这方面还得是他理论大师玉小刚。真正让我觉得好笑的是，蓝电霸王龙宗的天才拼死获胜后，不仅没有喜悦，更是恶狠狠地瞪向了玉小刚。显然，玉小刚在宗门内早已神憎鬼厌，成了所有弟子的发泄目标。就在这时，轮到了我登场。我一上场便吸引了全场所有目光，武魂殿的人都对我充满期待。好巧不巧，我的对手正是昊天宗的弟子，48级的魂宗唐烈炎，算得上是昊天宗年轻1倍的天才，只是远不如唐昊与唐啸。玉小刚在看到我后，眼中瞬间充满了嫉妒与怨恨。他清楚记得几年前我造访蓝电霸王龙宗，受到了全宗门最高规格的接待，玉元镇更是亲自出面迎接我。他嫉妒我拥有顶尖武魂，被所有人都捧在手心里，还有这般倾国倾城的师尊疼我，更恨我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千年金刚果。原来当年玉元镇把准备给他的金刚果送给我这件事，被人故意传到了玉小刚的耳中，从此他便把自己无法突破的所有原因都归咎在了我的身上。我无意间感受到一道充满恶意的目光，转头正好对上玉小刚狰狞的眼神，心中不免一阵错愕。就算我又帅又强又能装，可我跟他又没什么交集，他怎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怨恨？不过我对玉小刚本就没有任何好感，这种跳梁小丑，等有空的时候顺手除掉便是，免得他日后再闹出什么幺蛾子。这时唐烈炎见我无视他，顿时怒喝出声：“你就是教皇的弟子吗？未免也太狂妄了！”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嚣，直接催动武魂死亡蛛皇附体，一黄三紫一黑魂环骤然浮现，魂环配比瞬间引爆全场，所有人都发出了不敢置信的惊呼。唐烈炎更是满脸惊恐，他被我魂环带来的气势直接震慑，顿时没了出手的勇气。见此场景，看台上的唐晨满脸错愕地看向了千道流。千道流，你这老小子不地道啊！研究出超年限魂环的方法也不说一声。闻言，千寻疾直接上前一步，语气凌厉的回击。昊天斗罗说笑了，我对你们昊天宗的炸环秘法也很感兴趣。听到这话，唐晨顿时脸色一沉，一股恐怖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小丫头，我和你父亲说话，你还没有资格插嘴。碾压了，碾压了！穿越斗罗后，我居然碾压昊天宗的年轻一代了。此时金
金恶斗罗瞬间释放气势，挡在了千寻疾的身前。千道流也上前一步，随时准备出手。唐晨虽然心中愤怒，却也知道此刻不宜动手。昊天宗底蕴远不如武魂殿，真打起来只会得不偿失。千道流见状，则打起了圆场。小东能有这般魂环，自然是天使神的恩赐。闻言，唐晨下意识地嘟囔了一句：“天使神真的存在吗？”这句话彻底触犯了千道流的底线，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刺骨。唐晨这才意识到了自己失言，连忙对着天使雕像道歉。他能感受到千道流身上的死亡威胁，那是与神奇相关的力量。就在双方高层针锋相对时，斗魂场上的唐烈炎终于释放魂环，准备与我一战。见状，我不由得嘴角勾笑。他的魂环配比在大势力出身的弟子当中并不算稀奇。唐烈炎看见我的表情，顿时心神不宁，却还是强行装出一副不屑的模样，试图用等级差距来掩盖内心的慌乱。而我的万年魂环，加上我始终胜券在握的从容神情，已经让他的气势一点点的溃散。唐烈炎不敢继续拖延，当即催动了第一魂技撼山。昊天锤带着狂暴的力道朝我狠狠砸来，我则微微侧身，轻松躲开了这记看似致命的攻击。对此，唐烈炎满脸的不敢置信，他无法理解我为何能拥有如此惊人的速度。这一招于他而言向来无往不利，可此刻却被我仅凭肉身反应就轻易化解。但他不知道，不是我的速度太快，而是他的动作太过迟缓。拖着笨重的昊天锤，攻击意图明显到一眼就能看穿，就算能够锁定对手，也会被武魂本身拖累，根本无法碰到敌人半分。毕竟不是每一个魂兽都是蠢货，会站在那里任由他砸。随即我朝着唐昊挑了挑眉，气势不错，但也就仅仅只是气势不错。此话一出，昊天宗众人的脸色瞬间铁青。自从唐晨扬名天下，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若不是身在武魂殿地盘，又有千道流坐镇，他们定不会任由我羞辱昊天宗。唐昊也死死地盯着我，只是他刚流露出杀意，就被数道强横的气息牢牢锁定。只要他敢对我动手，武魂殿的强者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随即我们继续开始比试，我全程没有使用任何魂技，仅凭预判与观察，便轻松躲开了唐烈炎的攻击。然而随着长时间的挥舞巨锤，唐烈炎早已累得气喘吁吁，魂力也接近枯竭。就在他露出破绽的瞬间，我不再犹豫，第二魂技暗影潜杀瞬间发动，我化作一道黑影凭空消失，在出现时已来到了唐烈炎的身后，锋利的猪矛抵在他的眉心，只需轻轻一动便可取他性命。一招之下，战斗直接宣告结束。在场众人都没反应过来，唐烈炎甚至连我的衣角都未曾碰到。而我之所以这般战斗，就是要给所有人演示，面对昊天锤并非只有硬拼一条路，这是教科书级别的应对方式。不过我并非狂妄到认为此举能完全克制昊天锤，唐晨的昊天锤还有更多手段，但我只需给武魂殿指明方向，让他们不要再头铁硬碰。众所周知，昊天宗之人战斗从无底线，会用各种手段逼迫对手硬接锤子，想要破解这种打法，就要比他们更没有底线。此时唐晨一脸凝重地看着擂台结果，他没想到此行昊天宗不仅没达到目的，还折损了颜面。接下来的比试已无力回天，这场切磋仅限魂王之下，唐烈炎已是昊天宗年轻一辈的佼佼者，却被我轻松碾压。以我的实力，同境界根本无人能敌。后续的战斗中，我对其他势力弟子留有余地，可但凡遇到昊天宗之人，我都会让他们输得颜面尽失。对此唐晨却毫无办法。最终我毫无悬念地拿下了第一名，奖励包含一块万年魂骨、一株9000年灵药、一枚珍贵储物魂导器，还有100万金魂币。对我而言虽不算顶尖，却也聊胜于无。比试落幕，唐昊突然变得焦躁不安，他没忘记此行的真正目的，再拖延下去他们便没有理由继续留在武魂城。他不断地看向唐晨，等待他的指示，可此刻的唐晨却陷入了犹豫。就在这时，唐昊再也按捺不住，主动站了出来。祖父，孙儿有一个不情之请，传说武魂殿6翼天使武魂天下无双，我想挑战教皇大人，见识6翼天使的真正风采。闻言，唐晨瞬间慌了神，显然他对唐昊的鼓励是教育过了头，本意是想塑造他一往无前的气势，没想到却把唐昊培养成了一个莽夫。可事已至此，他也只能等返回宗门之后再慢慢调教。见状，千寻疾缓步走出，冷眼看向了唐昊，除了挑战，其他要求也一并说出来。他早已看穿了昊天宗的图谋，却依旧保持着绝对的自信。唐昊则将提前准备好的说辞缓缓道出，他刻意提起了早年与千寻疾的相遇，还谎称那一面让他心生爱慕，甚至这么多年的刻苦修炼，就是为了有资格站在对方的面前。这一次挑战不仅仅是为了切磋，更是想借机向千寻疾求婚，希望能得到一个追求他的机会。这番话说得十分别扭，显然不是出自他本人之口。可为了完成昊天宗的计划，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演下去。而千寻疾瞬间就拆穿了对方的心思，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场带着赌注的算计，对方是想借着比试定下婚约。随即他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我可以给你机会，若你赢了，我便嫁入昊天宗做你的妻子，可若是你输了，我身为武魂殿教皇也可以吃亏一些，你就把你们昊天宗的绝学一字不落的留在我武魂殿，你敢吗？